咱家是后宫的郭总管，他们是后宫的卫队，你难道看不出来？请稍后，等待通报。岂有此理！咱家是奉圣旨而来，岂能在这里等什么通告？郭总管，久违了。展会，展会。郭总管奉旨而来，怎可怠慢？是，郭公公，请。慢着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他们是后宫的卫队。包大人可曾传讯他们？他们是咱家的随行卫队。詹某明白了，原来公公奉旨而来，乃是传宣皇上旨意的。不，咱家是奉旨前来包大人的公堂应讯。既是前来应讯，依府中规定，不得有闲杂人等随行，还请郭公公包涵。你们就在外面等候公公吧。展护卫，后宫有后宫的规矩，衙门也有衙门的规矩。若是郭总管无人随行就不入府，詹某也不敢强人所难。请回吧。咱家既然来了，岂有回宫之理？你们退下吧。是。郭总管，请。不敢。展会。郭公公亲临开封府，协助本府审案，在此谢过。好说，包大人既然用得着咱家，咱家怎能不来啊？只是，如何？陈公公为了一点小事就惊动圣上下旨，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？郭公公言重了，咱家只是向皇上请安了。皇上问起为何进京，咱家岂敢隐瞒？至于皇上是否下旨，郭公公是否愿来，那就与咱家无关了。你明知咱家若是不来，就是有抗旨之罪，又何必故作姿态呀？如今郭公公既然来了，又何必多做计较？再者，既是昔日宫人家属来告，郭公公于情于理都该施以援手，助其脱困。不知郭公公以为然否？那是当然，咱家就是为此而来呀。本来就不该惊动皇上下旨啊。那好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。相关事政可曾齐备？回大人，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待大人升堂了。且慢，郭公公可有见教？包大人，虽然是20年前的旧案，大家也会证明确有其事。只要开封府行文内侍省，咱家要他们拨款抚恤慰问家属，即可结案。包大人就无需再升堂审讯了。郭公公此言差矣。凡事没有规矩，何以定方圆？若不经过堂训，如何立案？如何成案？又如何结案？本府向来依法行事，又岂能私相授受，草草结案？这稍时，
公堂之上自有堂规，被厘清案情，恐有失礼得罪之处，还请2位公公不要见怪。包大人，公堂之上所言皆是公事，咱家自然绝无异议。咱家既然是应讯前来，那当然是应该由包大人说了算。那好，既然如此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，在。传令升堂。是。乃是20多年前宫中一桩旧案，前内侍省首领太监陈琳受苦主家属委托，视为原告。后宫太监总管郭槐列为被告。包大人，咱家是前来应讯作证的，这如今却怎么成了被告？苦主寇珠当年身亡之时，任金华宫承御之职，当时你乃是金华宫总管，自当列为被告。包大人，原告未必有理，被告未必有罪，你又何必担心？公堂之上，一问一答都有记录。2位既是原告、被告身份，本府不用官称，而直呼其名，还请担待。陈琳，包大人，你状告何事？仔细说来。多年前，金华宫承御寇珠无端身亡，金华宫却未依公例慰问家属，发放恤金。如今寇珠父母年迈贫苦，难以为生，委托咱家状告金华宫，请求补发恤金。郭槐，包大人，你可有说辞？包大人，当年寇承御乃是自尽身亡，因此未予抚恤。如今家属状告咱家，也不起于刁难，退堂之后立即补办补发就是。当年那寇珠是因何自尽？包大人，这已是20年前的旧事，又何须再提？如今咱家已经答应立即补发恤金，包大人即可结案，就不必再细问了。不，恤金虽是由后宫发放，却也是民脂民膏，朝廷公堂，当发就发，不当发，又岂可胡乱发放？若是不能问明缘由，本府又如何结案？包大人啊，郭槐，那寇珠究竟是什么原因自尽身亡？包大人啊，这些陈年旧事，咱家本不想再重提。既然包大人执意要问，咱家
也就只好实话实说了。当年寇珠不耐宫中寂寞，思念家人，竟然逃出宫去，却被抓了回来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！后宫戒备森严，你当真就以为能逃得出去吗？啊！现在倒好，被抓了回来，你让咱家怎么办呢？公公，寇珠实在是太思念家人了，请公公大发慈悲，让寇珠回去吧。唉，宫门深似海，入得出不得。不到年迈退休，谁也休想离开，就连咱家也不例外。咱家就是想帮你，也帮不上啊。寇珠实在是不能再待在宫中了，否则一定会发疯的，请公公成全。寇珠，咱家实在是爱莫能助啊，你就尽量忍耐些吧。这2天，咱家也不怕你差事，你好好休息啊。这一回陶公之罪，咱家也不再追究，你要好自为之啊。公公，寇珠已经不能再忍了。公公如果不帮我离开，你打算如何？我就不活了。哎呀，寇珠啊！可怜呐，一条年轻轻的生命就这样香消玉殒了。唉，咱家实在是不想再提呀。郭槐，你简直是信口雌黄！陈琳，本府问案，不得任意开口。郭槐，倘若你所言属实，为何本府派人遍查当年进宫门卫日志，却并无寇珠潜逃出宫被捕纠办的记载？包大人查了门卫日志，本府审案之前当然要查。回本府问话。当时咱家唯恐坏了金华宫的声誉，刘妃娘娘，也就是当今太后，一向最重宫誉，咱家是怕被责罚，所以要求门卫隐瞒不报。是吗？倘若包大人因此而追究咱家失职，咱家坦诚不讳，只是该由内侍省惩处，这开封府似乎就无权干涉吧。不错，本府的确无权干涉。然而，那寇珠身亡之后，遗骸却必须送出宫去，交开封府验尸定验。本府直司开封府府尹，恰恰有权干涉。公孙先生。是。历年来，开封府文书案卷均有归档移交。经查，金华宫程昱寇珠，乃是因为头骨遭撞击破裂，流血致死。那的确是他自己撞的。郭槐，目前并无人认为寇珠是他杀，你又何必急于解释？是咱家多言了，包大人勿怪。公孙先生说下去。是。验尸单上明白记载，尸身上有多处外伤，疑似遭皮鞭抽击所致。显见，死者在生前曾遭人施以鞭刑。哦，包大人，这寇珠身上为何出现鞭痕，咱家实在不知啊。或许是旧伤痕招仵作误判所致啊。就你适才所述，当年你非但未曾责罚寇珠，甚至对他安慰有加，
更遑论对他用刑了。的确如此，包大人明鉴。启禀大人，诗单上还另有记载。说，是。从血渍的情形以及伤口来研判，仵作断定，鞭伤与头骨破裂致死，但是同一时间造成。不可能！郭槐，本府倒要听听你作何解释。包大人，咱家的确没有对他用刑，或许是仵作验错了。你或许不知官府中的规矩，本府不妨告知于你：仵作验尸程序周密，除仵作本人，还需有相关衙差从旁见证，签押为凭。入殓之前，更有他人复验，一切无误之后，方可结案。其所以如此繁复，原因无他，只因人命关天。你说仵作验错，本府却可断言，在经济重镇的开封府，几乎全无可能。包大人，适才，你为何要言谎？你为何要对寇珠施以酷刑？他可是受刑不过，宁可求死。你又为何要以酷刑将他逼死？凡此种种，原因究竟何在？你若不将当年情形照实说来，休怪本府不讲情面，依法论罪。包大人啊，这事隔20多年，咱家实在是记不清了。可是咱家的确没有说谎啊。当年寇珠是因思念家人，潜逃出宫，咱家何必对他用刑，更何必逼他自尽呢？哼，那寇珠究竟是自尽，亦或是遭人杀害，尚未可知。你如何证明寇珠是思念家人而宁可自尽？包大人若是如此说，那么咱家也想反问包大人，如何证明寇珠他不是思念家人呢？很简单，当年那寇珠入宫之前，根本是个孤儿，何来家人思念？哼！诈称寇珠家属为抚恤赔偿上告而将你迎来。本府真正要审要查的是，你为何要对他严刑逼供，置他于死？你竟然设计咱家！咱家立即回宫，请太后娘娘做主。站住！今日你来得去，去不得。包大人，难道你想把咱家强行扣住？即便如此，又有何不可？哼！包大人，你可别忘了，咱家可是后宫的总管，要动咱家，你得先问问太后娘娘。郭槐，若你以为搬出太后就可让本府却步，那就大错而特错。如今你乃是本府审理侦办的杀人凶犯，本府依法将你扣押，便是在皇上面前，本府也毫不退缩。你还想心存侥幸不成？包拯，你来人呐！在。将那嫌犯郭槐押入大牢，严加看管，听候本府再审。是。
郭淮郭总管应包大人之邀，留在府衙继续聆讯。你们可以先回去了。包大人，为何不继续审下去啊？郭淮在应答之间，显然是有备而来。关于寇珠自尽身亡一事，更是早已设下说辞，可见此人刁钻陈文，兼而有之。若是逼问狸猫换太子一案，必定无功而返。大人将他以杀人嫌犯关押在大牢之后，采用的乃是攻心之策。一旦他身陷困境，或有可能慌乱失措，从而突破其心防，促其认罪。哦，此举能有效吗？当然有，然而却要请陈公公辛苦一趟。包大人要咱家做什么？本府要请陈公公去大牢探监。公公请。嫌犯就关在这儿。你们先出去，让咱家和他单独谈谈。是。走吧。你没想到也会有今天吧？哼！你不要得意的太早，迟早保证他得放我出去。到时候你再看看，到那时是谁在得意？可惜你恐怕是出不去了。你凭什么说我出不去啊？凭你是害死寇珠的凶手。寇珠分明是撞柱自尽，谁能证明我是凶手啊？如果你不把他自尽的真正原因说出来，谁又会相信你？呀，陈琳呐，陈琳，我看你是白费心机了。此话怎讲？你在皇上的面前编造谎言，把我骗了。包大人又煞有介事的升堂审问，这目的不就是想变着法儿的把话从我口里套出来吗？哼！你想我会开口吗？啊？从你口中套出什么话来？哼！彼此心照不宣，你又何必佯装不知啊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把话说明白。当年狸猫换太子，逼死寇珠，诬陷李贵妃的来龙去脉，点点滴滴，包大人都已查明。你若不据实供认，包大人是不会放你出去的。哼！只要我矢口否认，他又能奈我如何呀？嗯，他既然知道当年的来龙去脉，就更该知道太后娘娘是绝不会让他为所欲为的。哼！一旦太后插手，向他要人，他敢不给吗？倘若在太后插手之前，包大人就把你作为害死寇珠的凶手予以处斩，又当如何？陈琳，看来你对包拯的了解还远不如我呀！啊？
一个公正廉明的包青天包大人，他岂会在无凭无据的情形之下将我处决啊？你，这就叫做君子可以妻之有方啊！啊！不坏！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你的所作所为，终有一天会遭天谴。30年来，你扪心自问，可曾高枕无忧？午夜梦回之际，你难道能问心无愧？那些因你而惨死的冤魂，可是夜夜前来向你索命。引火自焚的那个冷宫总管秦凤，为李娘娘替死瞒过你验尸的于忠，还有那忠肝义胆、舍身全意的寇珠，无时无刻不在你脑海中出现。纵使你躲过杨氏的惩治，却难逃阴间的制裁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！寇珠、秦凤，还有那个什么于忠，都不是我杀的，他们不会来找我索命的。可是他们都是因你而死。或许如你所说，包大人不会将你处死，但是却会将你关押在此，直到你认罪。或许在这暗无天日的牢房里，那些冤魂就会来找你索命。保证他关不了多久。只要入夜之后我还没有回宫，太后娘娘就会降旨要人的。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回来，回来！你给我回来！他竟然料到本府在无凭无据之下，不会将他处决。大人，倘若他有如此想法，恐怕就不会因心生惧怕而招供。大人还需另觅他法才行啊。不过，郭淮虽刁钻狡猾，却深信鬼神之说。咱家提及寇珠的冤魂会来向他索命，似乎他颇为在意。或许，这正是治他之法。鬼魂之说，乃是愚夫迷信所致。那郭淮怎会相信若此啊？大人，举凡心胸坦荡、行为端正之人，纵使信那鬼神之说也无妨。诚如圣人所云：“敬鬼神而远之。”反之，若是心术不正、伤天害理之辈，自然就会心生畏惧了。包大人，郭淮所言，他入夜未返，刘太后便会降旨要人，这不得不防啊。公公无需担心，本府已有万全准备。哦，包大人已经将郭淮关押在开封府大牢了。正是。好，以包大人断案之能，那郭淮，不招也难。回王爷，大人却担心不能顺利审讯。这却为何？入夜之后，郭淮若未回宫，太后将会降旨进府，要求放人。
如此一来，岂非前功尽弃了吗？孤儿大人命展昭前来，请王爷务必亲往开封府走一趟。包大人要本王去？大人说，若要对抗太后遗旨，非八王爷亲临不可。好，本王明白了。请用点韭菜。哦，你们开封府大牢竟然会准备这么丰富的韭菜给犯人？不，这是小的特意准备孝敬公公您的。你为什么这么做呀？小的在这儿任职多年，一直没有机会升迁，小的相信公公您很快就会放出去的，还请公公多多提拔。那是了，天黑以后，咱家自然会出去。哎，我说，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天黑没多久。公公，请。哎呀，公公，这回可以放心喝了吧？公公，好，咱家记得你了。等咱家出去之后，定会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谢谢公公，谢谢公公，请。娘娘。来人呐！娘娘，起来吧。是。郭总管回宫了吗？回娘娘，还没有。随行的卫士可有人回来？都回来了，说是包大人还要留着郭总管在那儿继续审讯。这包拯他真敢！去开封府传哀家的懿旨，要他们立刻放人。遵旨。要人的，奴婢啊，是奉太后懿旨来接郭总管回宫的。本王在此做主，将郭槐留下，一切回宫去吧。奴婢可是奉了太后的懿旨啊！大胆！奴才竟然顶撞本王！奴婢不敢，只是回去接不回郭总管，无法向太后交旨啊。好，本王就让你回去有个交代。展护卫，
赐金简在此，所到之处，犹如先皇亲临。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本王在此待先皇降诏，郭槐留在开封府听审，不得阻挠。奴婢遵旨。若非王爷亲临，请出御赐金简，包拯只怕不得不将那郭槐释回。包大人总算有用得着本王的时候了。包拯不敢。刘太后必定不肯善罢甘休，甚至会惊动皇上。嗨，不妨事。本王就留在这开封府，直到包大人取得郭槐的供状。多谢王爷。不，这是朝廷的大事，也是我赵氏家族的大事。本王又岂能置身于事外呢？启禀大人，学生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。好，请王爷与陈公公在厅中稍坐。包拯这便就取那郭槐的供状。包大人打算？王爷，包大人打算夜审郭槐。夜审？不错，立刻随我们去公堂。哼，包拯是怕太后娘娘派人把咱家接回去，所以才急着夜审。你别做梦了，后宫派来的人已经被请回去了，你没指望了。那为什么要夜审啊？难道郭公公就没有听说过吗？包大人日审阳，夜断阴。哼，那是市井传说。难道他真的能通鬼神啊？哼，那当然，我在开封府可见过多少次了。废话少说，快走吧。快走！郭槐，20年前，你任金华宫总管之职，埋通产婆尤氏，以狸猫换取太子，诈称玉成宫李贵妃产下妖孽，指使程昱寇诛，掐死太子，埋藏金水桥下，意图使刘贵妃之子入主东宫。凡此种种，你可承认？包大人，咱家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，我凭什么承认呢？住口！那寇诛良心未泯，不肯与你沆瀣一气，同流合污，暗中将太子送出宫去，你却对他施以酷刑，追问太子下落。寇诛凹刑不过，处处身亡，难道你也不知情？哼，包大人啊，所谓人死无凭证，就算你包大人指证的都属实，但是你可有人证啊？哼，
本府如今夜审于你，便是让你无法交代。本府虽无人证，却有鬼证。寇珠何在？冤魂寇珠，叩见包大人。郭淮，你可认得他？他才是寇珠！不，他不是寇珠，寇珠已经死了。他一定不是寇珠。哼，是与不是，待本府问过之后，你自会明了。寇珠，寇珠在。当年那郭淮是如何要你将太子谋害，又是如何对你严刑逼供，逼问太子下落？你且一一说来。是。李娘娘临盆之时，郭淮串通产婆尤氏，以剥去皮毛的狸猫替换出生的婴儿，要寇珠将婴儿装在竹篮之内，带离玉成宫。郭淮要寇珠将婴儿掐死后，埋在金水桥下。寇珠见小太子纯真无邪，睡相香甜，心生不忍，于是决定违抗郭淮之命，寻人帮助。陈公公，公公救命！寇珠，当时你可是将小太子交与陈琳带出宫去？是。寇珠向郭淮谎称已听命将婴儿埋葬，郭淮没有怀疑，并未追究。郭淮，你可有话说？是，他一定是听陈琳说的，他才真的不是寇珠啊！陈琳是让他来作为证据啊！你且继续听下去。寇珠，既然那郭淮并未追究，却又为何在对你施以酷刑，追问小婴儿的下落？回包大人，李娘娘被打入冷宫之后，寇珠明知她是遭郭淮陷害，却不敢明说，更不敢透露小太子的情形。你为何不说？寇珠唯恐说出实情，小太子假死，会被郭淮发现。你说下去。寇珠只能偷入冷宫，对李娘娘言语安慰，谁知竟被郭淮得知。寇珠虽搪塞其词，郭淮却对小太子之事起了疑心。然后呢？郭淮逼问尸骸埋藏之处，寇珠只得胡乱指点。郭淮竟派人将金水桥下遍地挖掘，遍寻不着之后，便对寇珠严刑逼问。寇珠谎称慌乱之中记忆不清，郭淮不予置信，继续用刑。寇珠唯恐受刑不过，说出太子下落，只得撞柱身亡，以死明志，让他们误认寇珠所言是实。这些个事情，你怎么会知道啊？你抽在我身上的鞭痕犹在，我撞柱身亡的血迹未干。你虽然派人刷洗金华宫的殿柱，却洗不尽你心中的梦魇。如今，寇珠要借包大人夜审阴司之便，向你索命，以解我20多年的心头之恨。郭淮，还我命来！还我命来！郭淮，包大人啊！寇珠，
阴阳没入，人鬼殊途，你不可接近生人。包大人，寇珠要将郭淮带到阴间，交由阎王处置。不，那郭淮既在人世，就该由阳间的律法制裁。郭淮，包大人，你可不要让他过来呀！啊！制裁寇珠所言，你可认罪？认，我承认呐。可那些事情都是刘家长的主意啊。是否如此？本府自会追查。既然你已认罪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让他画押。是。我画呀！来人呐！在！将郭淮还押大牢，听候宣判。是。郭淮如此狡诈，还是难逃法网，签下了供状。惭愧，包拯向来不信鬼神之说，如今却要假借鬼神之名，让那郭淮认罪伏法。那是郭淮咎由自取，若不是他多行不义，又怎么会疑心生暗鬼呢？陈公公所言极是。倘若他光明磊落，毫不心虚，便是扣珠鬼魂当真出现，也全然无惧，又岂在乎装神弄鬼呀？那名假扮寇珠的女子，她来自何处？又怎会让郭淮如此深信不疑呢？那全仗着公孙先生巧妙安排。回王爷，学生是由京城幽人戏子中挑选一名颜貌体态与寇珠较为相似之女子，再根据当年仵作验尸单所描述的，为她稍作易容装扮，并以假血涂面。那又怎么能让那郭淮认不出来呢？学生事先安排，命牢头送酒菜给郭淮。大人夜审之时，郭淮已有5分酒意。同时，学生并令牢头宣称，大人有日审阳、夜断阴之能。再加上公堂之上昏暗不明，那郭淮心中忐忑之际，自是无法辨认。话虽如此，一旦言语交锋，旧事重提，那女子又如何应付？王爷，那就非奴婢不可了。哦，你也参与其中？奴婢将当年寇珠所言一一转述给那女子，并提示寇珠的言谈举止，让那女子学习。郭淮又岂能分辨呢？若不如此，郭淮不会轻易落入圈套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寇珠在受刑自尽之前，会与陈公公通过信息。如今有了郭淮的供证，咱们就立刻进宫面圣吧。王爷不急着进宫，倘若包拯所料不差，皇上应该很快就会主动宣召。母后，
皇上来了。母后夜半不眠，命人招儿臣来，是为了……其实也没什么。哀家睡不着，想看看你。那安神露不是可以助眠吗？母后何不服用？八王爷不是说喝多了对身体不好吗？母后，您可是心中有事啊？哀家只是在回想这一生的点点滴滴。来，你坐下来说。是。哀家14岁，以才女之名被选进宫来，和后宫所有被选来的女子一样，过着宫墙内与世隔绝的日子。直到被先皇宠幸，升为贵妃，才见到了天日。后宫佳丽3000，其实却耽误了多少女子的青春啊！不仅如此，在后宫争宠是时有所闻的事，彼此勾心斗角，貌合神离。只有一个人和哀家情同姐妹，相互扶持，可是他却被打入了冷宫。母后说的，可是那位葬身火窟的李贵妃？你知道她？她就是幼年时儿臣误闯冷宫遇见的那位。母后还记得她给儿臣的玉佩吗？记得。母后，她究竟是为什么被先皇打入冷宫的呢？在后宫，一旦失宠，可以有千百种的理由。母后说的不错，所以儿臣才要郭槐废除冷宫，重修宫院。无论如何，母后要比他幸运的多了。不错，陈皇后去世之后，母以子贵，哀家被先皇立为皇后。可是太子却在6岁那年不幸染病身亡。母后不要难过，母后虽经丧子之痛，可是还有儿臣孝敬。如今贵为大宋朝的皇太后，那些不愉快的日子是不会再来了。可是哀家毕竟不是皇上的生身之母，哀家最担心的是，倘若有一天，哀家与嫡娘娘之间有了无法化解的冲突，皇上会如何？母后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哀家只是打个比方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皇上会如何？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儿臣必定会痛苦万分，左右为难。生育养育实在难分轻重。不，儿臣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。有皇上这句话，哀家心里也就舒坦多了，至少不会一个人在这儿胡思乱想。郭槐为什么不在宫中伺候母后？不提也罢。怎么？他还在开封府接受包大人的审讯呢。包拯怎么会留他到半夜？可曾派人去询问？没有用的。
连哀家下旨要开封府放人，都被打了回来。什么？包拯竟敢抗旨？倒不是包大人抗旨，而是八王爷。父王？父王去开封府干嘛？八王爷不但在开封府，而且以先皇御赐金简挡回了哀家的旨意。皇上派人前来下旨，要大人连夜进宫。果不其然，展护卫，皇上只宣包大人一人进宫。回王爷，正是。当回太后懿旨，留下郭淮的是本王。皇上为何不宣本王和包大人一同进宫呢？想必是皇上不便与王爷父子相争，召包拯进宫，皇上才好问明实情。王爷，包拯此去，会将此案实情禀奏皇上，不知王爷是否同意？也罢，是该到了让他明白真相的时候了。好吧，本王立刻回府，若有需要，本王立刻进宫。多谢王爷。什么？郭淮招供了？是。包拯已将他关押大牢，娘娘的冤屈已经可以确定获得平反。好，好，这一天终于来了。宝卿，臣在。哀家什么时候能够见到皇上？臣奉旨连夜进宫，会将全案实情向皇上禀明。娘娘，请等候包拯。哀家就等你回来。娘娘今夜尚未诊治，请容学生为娘娘施针。好，好。娘娘小心。哀家真希望眼睛能够立刻复明，亲眼看见皇上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郭淮去开封府只是作证，你为何不让他回宫？回皇上，郭淮设计一桩重大阴谋，犯下重大刑案，臣乃是依法关押。哼，岂有此理！无论他犯下何等重罪，太后遗旨既已下达开封府，你怎敢抗旨不遵，拒不放人？甚至还要父王请出先皇的御赐金简。皇上可知，八王爷从不干涉朝政，亦不曾插手任何案件。先皇御赐金简，更从未请出动用。朕当然知道，能让八王爷请出御赐金简，绝非一般刑案。更何况，此案还与八王爷自身有关。什么？与父王有关？郭淮所涉之案，关乎后宫争斗、皇室密信，故而八王爷必须出面，包拯不敢放人。竟有此事！郭淮供状在此，请皇上谕允了。
何？我看见了，想必你就是公孙先生。先生正是公孙策。你就是展护卫。恭喜娘娘双目复明。公孙先生的医术，可真称得上是华佗在世啊！不敢当娘娘谬赞。娘娘双目出狱，还请尽早安歇吧。不，哀家要等包大人回来。哀家要立刻进宫去见皇上。包拯，这供状之上所言可是真的？回皇上，千真万确。那郭淮所作所为，正与太后有关。臣敢请皇上屏退左右。你们都退下。遵旨。你说，回皇上，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，太后便是主谋。放肆！你竟敢在朕面前污蔑太后！臣据实禀奏，绝无半句虚假。当年太后与丽仪贵妃同怀龙种，先皇许诺，生下太子便册立为皇后，为图大位，太后方才出此下策。否则，那郭淮不过是一名太监阉人，又怎敢犯下如此大逆不道、惊天动地之案？那金华宫程昱寇诛，因此状铸自尽了。正是。郭淮当堂画押，坦诚罪状，此案已成定案。然而，在这供状之中，并未提及寇诛他舍命救出的婴儿，下落何方啊？回皇上，寇诛将婴儿交给了陈琳陈公公，藏在宫盒之内，夹带出了后宫。然后呢？这……难道那婴儿未能逃过此劫？不，婴儿安然无恙，被送进了南清宫八王爷府。什么？那如今婴儿安在？八王爷以皇子之名，将婴儿留在王府之内抚养。且慢，算起来那婴儿与朕同庚，朕只有长兄，并无幼弟，何来以皇子之名留在府中抚养之说？臣斗胆，那历劫重生的婴儿，正是皇上。你说什么？当年
八王妃狄娘娘也同时有孕在身，却不幸早产夭亡，而且未及呈报。八王爷深知此案兹事体大，为掩人耳目，才假称皇上是狄娘娘所生。朕分明是父王亲自选入宫中，立为太子的。包拯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你不可胡言乱语。臣绝不敢胡言。八王爷如今正在王府之中静候，皇上可宣召王爷进宫，当面询问。如此说来，朕幼年之时在冷宫遇见的那位娘娘，竟然是朕的生母。正是玉成宫丽贵妃。她是在冷宫失火之时葬身火窟的。不，是先皇下旨赐死。她已被打入冷宫，为何还要将她赐死？当年，娘娘与皇上巧遇之后，八王爷命陈琳将皇上身世告知娘娘。自此，娘娘夜夜焚香，为皇上祈福。谁知，却被郭槐得知，而刘太后更借此向先皇诬告。诬告什么？诬告李贵妃以邪术诅咒先皇，先皇大为震怒，于是下旨赐死。啊，你是说，她是因太后而死？皇上，刘娘娘是为了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然而，吉人自有天相，李娘娘必死，而却未死。此话怎讲？陈琳奉旨赐死，不忍执行，太监于忠舍命泉中自请替死。冷宫总管秦凤自焚灭迹，瞒过郭槐，娘娘方得死里逃生，远离京城。她如今人在何处？皇上可还记得包拯那位失散多年的远房表亲？你是说，朕在仁寿宫遇见的那位老夫人？皇上，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，正是当年的丽贵妃，皇上的生身之母。那失明双目，就是因为思念皇上，终日以泪洗面，而活活哭下。如今，皇上对当年狸猫换太子一案的前因后果均已明了。臣请皇上下旨，追究刘娘娘之罪，引李娘娘进宫。包拯，你……李娘娘如今正在府衙之中翘首等候包拯回禀。你让朕再想一想。皇上可是不信包拯之言？朕不是不信，只是太后对朕有20年的养育之情。皇上此言差矣。刘娘娘虽对皇上有多年养育之情，李娘娘却对皇上有10夜怀胎之恩。
包拯，郭淮所犯罪行，你尽可依法惩处。我皇家之事，你就不要再插手管了。皇上念杨牧之恩情，而置生母于不顾，传至天下，岂不让黎民百姓斥为不孝？包拯天威人臣，又岂能不闻不问？住口！包拯，你不过是小小的开封府尹，是谁给你如此大的权限？朕不让你管，你就不准再管。来人呐！在。将包拯轰出宫去。遵旨。